各位朋友，今天我要跟你说的这番话，请你务必放下手头的事，认真听完，因为这是关系你未来命运走向的关键，甚至可能改变你后半生的气运。你可能觉得我在危言耸听，但等你真正听懂之后，你一定会感谢今天这个时刻。我经常观察身边人，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，很多聪明人、能力强的人、起步很高的人，走着走着路就窄了，钱赚到了却留不住，婚结了最终还是离了，身体本来好好的突然就垮了。他们到处去找大师看风水、改名字、求神拜佛，其实最大的风水就在你自己身上，最大的漏财口往往就在你的私生活里。我今天要讲的核心一句话叫做一剑破九贵半。这句话听起来刺耳，却是血淋淋的真相。什么叫剑？我不是说出身低微，也不是说社会地位低下，我指的是行为上的不自重，是男女关系上的混乱，是对自己身体和能量不负责任。什么叫贵？指的就是一个人积累的福报、贵气、运势、健康、家庭的和睦。一剑破九贵半的意思就是一次混乱的男女关系，一次不自重的行为，足以破坏掉你9分半的贵气和积累。你可能会觉得我在夸大其词，在进行道德绑架，但我不是，我是在跟你讲能量守恒的自然律。宇宙之间能量是守恒的，你得到了什么，必然要付出什么。你以为你在追求自由，其实你在透支生命；你以为你在享受快乐，其实你在签订契约，这个契约是用你的福报去支付的。为什么古人那么重视名节，重视贞操？难道仅仅是为了束缚人吗？不是，古人是有大智慧的，他们看到的是背后的能量规律。男女关系是人与人之间能量交换最深层的一种方式。这种交换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接触，更是磁场上的融合。当你和一个人在没有情感根基、没有责任承诺的情况下，强行打开这个能量通道，你就是在泄露自己的元气。这个元气是你先天带来的，是你父母给你的，是你祖上积德留下的。它就像银行里的存款，你随便花，很快就没了。一旦没了，你想再存起来，难如登天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有些年轻人才华横溢，本来前途无量，但因为私生活混乱，今天换一个，明天换一个，刚开始看不出来，甚至觉得他很有魅力，但过了30岁，过了35岁，问题就出来，眼神涣散，做事虎头蛇尾，判断力下降，投资决策失误，本来该成的事，偏偏在关键时刻掉链子，本来该赚的钱，偏偏因为各种意外破财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能量流失的必然结果。钱是有灵性的，它喜欢干净的地方，你身上浊气太重，钱怎么敢靠近你？就像你喜欢住干净的房子，不喜欢住垃圾堆一样，财运也是如此。一个人的运气、财运、事业、家庭都会受到极大影响。不正当关系越多，麻烦就越多，情感消耗就越多，能量纠缠就越多。慢慢的，人就会感觉到空虚，感觉被掏空，感觉不到踏实和真爱。这种空虚感是用多少物质都填补不了的。很多人以为占了便宜，其实是在透支自己的福气。干净的身体才能装下好运气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。但很多人就是不懂，或者懂了也不信，直到撞了南墙，直到头破血流才后悔莫及。但那时候往往已经晚了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呢？这就涉及到我们文化的根本，涉及到易经的智慧。很多人觉得易经是算命的，是玄学，其实不是。
易经是讲变化的规律，是讲宇宙人生的大道。易经系辞传里讲得很清楚，一阴一阳之谓道。这句话大家都会背，但真正懂的人不多。什么叫做道？道就是规律，就是自然运行的法则。阴阳不是对立，而是互补。男人属阳，女人属阴，这是天生的属性。乾卦代表天，代表男人要刚健中正；坤卦代表地，代表女人要厚德载物。天地交泰，万物才能生焉。这意味着男女关系是天地间最大的能量交换。这种交换如果是合乎道德的，是有序的，那就是阴阳互补，能量增值，就像天地相交，风调雨顺，庄稼才能丰收，家庭才能和睦，事业才能兴旺。但如果这种交换是无序的，是混乱的，那就是阴阳相战，能量耗散，就像天地不交，火卦来了，万物就不同了。现代人很多时候把男女关系看得太随便，觉得这只是生理需求，这只是个人自由。你把这么神圣的事情降格成了动物性的本能，那你的能量层级自然就下降了。我常常讲，人之所以为人，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性，我们有道德，我们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。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，那跟动物有什么区别？动物是没有福报可言的，他们只是生存，而人是要生活，是要修行。这种能量的交换具体是怎么损耗的呢？我们要讲到中医里的概念，叫做精气神。人活一口气，这口气就是元精、元气、元神，这是你生命的根本。每一次随意的发生关系，都是在没有情感根基、没有责任承诺的情况下，强行打开能量通道。这就像你家里的水管，本来是有阀门控制的，你非要把它砸开，水确实流出来了，但是水压乱了，管道也坏了。这种过度损耗会导致无序交化。借用一个物理学的名词，能量如果没有秩序，没有婚姻承诺责任这样的容器去约束，它就会变成废热。这种废热不仅无用，反而灼伤自身。古人讲戒色不是要压抑人性，而是要保护火种。这个火种就是你的生命力，火种灭了，人就成了行尸走肉。你看那些沉迷于色欲的人，眼神往往是涣散的，说话往往是无力的，做事往往是虎头蛇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根坏了。肾气为先天之本，是财库的钥匙。肾气亏虚，意志力就薄弱，判断力就下降。一个人在关键时刻需要决断的时候，他犹豫了，他错了，这就是破财的开始。所以为什么乱搞会破财？这不是迷信，这是生理影响心理，心理影响行为，行为影响结果。宇宙讲究秩序，婚姻是秩序，乱搞是混乱，混乱度增加，生命力下降，这就是熵增定律。虽然古人不用这个词，但道理是一样的。秩序产生能量，混乱消耗能量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家庭如果夫妻和睦，互相支持，这个家的气场是顺的，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，心情愉快，学习就好，将来事业也顺，这就是正能量。反过来，如果家里乌烟瘴气，夫妻互相猜忌，甚至外面都有人，这个家的气场是乱，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心神不宁，容易学坏，将来出路也窄，这就是负能量。所以男女关系仅仅是两个人的事，它关系到一个家族的气运，特别是婚前和婚外，包括男女自嗨格外损，阴德消耗，福报很快，然后慢慢的人会变得很丑，很难看，身体多病，
感遭不良眷属，妻子或者老公有外遇，家庭不和，人际不和，什么都不和，经常被人厌恶，记忆力下降，思维能力差，老是忘这忘那，导致学业事业不成功，钱财丧失非常快速，想存钱根本不可能。这不是诅咒，这是观察总结出来的规律。你若是有心人，你一定会观察、总结、印证以上观点。那么既然知道了原理，这种能量交换具体是如何影响我们命运的呢？这就涉及到更深层的业力纠缠。很多人不相信因果，觉得那是宗教的说法。其实用现代的科学视角来看，因果就是一种能量的连结。我们讲缘分，缘分到底是什么？在物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量子纠缠，说的是两个粒子一旦发生过相互作用，无论后来它们相距多远，哪怕一个在地球，一个在月球，它们之间依然存在着某种联系。一个粒子的状态发生变化，另一个粒子也会瞬间受到影响。这听起来很玄，但其实跟我们的人际关系，尤其是男女关系，是非常相似。男女之间一旦发生肉体关系，就建立了深层的量子纠缠通道。这不仅仅是身体的接触，是磁场的融合。你接纳了对方，就接纳了对方的全部信息库。什么叫信息库？就是这个人过去的经历、思想、情绪，以及他所承载的业力。业力这个词大家不要觉得很神秘，简单说就是一个人过去行为留下的惯性力量和债务。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一个包，包里装着他的善业和恶业。当你和一个人只是点头之交，你们的包是独立，但是一旦发生男女关系，这在能量层面上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们把两个包的拉链都拉开了，开始往里面倒东西。我讲过，夫妻是缘，善缘、恶缘，无缘不聚，但这个聚是有代价的。我举个很现实的例子，你遇到一个人，他很有钱，长得好，你心动了，但是你不知道的是，他这个钱可能是通过正当手段来，带着血气。他这个好名声背后可能藏着很多欺骗。当你和他发生关系的那一刻，量子纠缠就建立了，他的血气会顺着这个能量通道流到你的身上。你可能一开始感觉不到，但3个月、半年后，你会发现你开始莫名其妙的烦躁，你开始容易出错，你开始漏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分担了他的业力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自己本来运势不错，跟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后，运势就急转直下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能量场的同化。特别是那些同时和多人保持关系的人，你想想看，你一个人要承担多少个人的业力，你要处理多少复杂的能量冲突。这就像一台电脑，你非要同时运行100个大型软件， CPU 能不烧吗？所以很多人问，为什么我明明很努力就不成功？你检查一下你的后台程序，是不是挂满了乱七八糟的情感进程？而且这种共享是双向。如果你自己本身能量很干净，你去找一个很混乱的人，你是下架，你是扶贫，你的能量会被他吸走。如果你自己也很混乱，那就是毒气室，两个人一起沉沦。所以古人讲慎独，讲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这不仅仅是道德规范，这是能量防护机制。不要以为这是迷信。你去观察那些长寿的家族兴旺的老人，哪一个在男女关系上是混乱的？几乎没有。这就是天道。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这个善首先就是对自己身体的善，对自己能量的善。这种能量的纠缠还有一个特点叫做粘性。为什么很多人分手之后，明明已经断联了，心里还是放不下，还是觉得痛苦？
甚至过了好几年，听到对方的名字，心里还会咯噔一下，就是因为能量线没断。肉体关系容易断，能量关系难断。你一旦跟这个人有了深层的连结，你的磁场里就留下了他的印记。乱搞的越多，这种印记就越杂。你就像一个蜘蛛网中心的虫子，被无数根负能量线拉扯，你想走走不动，你想飞飞不起来。这种纠缠会严重影响你的判断力。本来你应该选择一个适合你的人，但是因为身上背着旧的能量包袱，你吸引来的往往还是同类的人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你身上是什么味道，就会吸引什么味的苍蝇。尤其是婚前乱性，这是提前透支了婚姻的福分，导致正式结婚时已经没有新鲜感和神圣感去承载家族运势。婚姻是什么？婚姻是两个家族的结盟，是责任的开始。如果你在婚前已经把该做的都做了，把该耗的都耗了，等到真正进入婚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没有能量去经营。就像一块电池，你在正式使用之前已经把它放空了，那它还能用多久？婚外情更是如此，这是最损阴德的行为，破坏了家庭的风水阵，直接冲击子女福报。子女是父母的延续，父母的能量场混乱，子女最先受到感应。你看那些问题少年，往往背后都有一个混乱的家庭环境，这不是孩子的问题，这是父母能量场的问题，还包括男女自嗨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邪淫。即使没有对象，意念上的混乱和过度自我消耗同样损福。为什么？因为能量不分内外，你的意念一动，能量就已经发出去了。如果你整天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你的气场怎么可能干净？现代社会不孕不育率上升，抑郁症年轻化，这与能量过度耗散有隐秘关联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医生和专家都在思考的问题。只是很多人不愿意从道德和能量的角度去反思，只愿意找技术的理由。技术只能解决表面的问题，解决不了根本的能量亏空。所以你身上的味道决定了你吸引的人。能量场理论告诉我们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浊气吸引浊气，你乱吸引来的也是乱的人。你想找一个好的伴侣，首先你自己要成为一个能量干净的人，否则就算好人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也接不住，因为你的频率跟他不对，就像收音机频道调不对，只能听到杂音。很多人抱怨遇不到好人，抱怨命运不公，其实应该先问问自己，自己的频道调对了没有？自己的能量场清理干净了没有？既然知道了这种纠缠的利害关系，那么肯定有人会问，你讲的这些道理我都懂，但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我看到有些人乱搞，却很有钱很有势，过得很好呢？这不是跟你说的因果矛盾吗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这也是很多人心里最大的疙瘩。如果不把这个疙瘩解开，前面的道理你听进去一半，还会吐出来一半。接下来我们就专门来破解这个迷思，看看这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。确实，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象，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些人私生活混乱，但依然有钱有势，风光无限。你看到他们开豪车，住豪宅，身边美女如云，好像活得特别潇洒。这时候你心里就会不平衡，就会怀疑那些因果、能量守恒是不是骗人，是不是只有老实人才吃亏？我首先要告诉你，你的观察没错，这种现象确实存在，但是你的结论下得太早。你看事情不能只看表面，要看背后，不能只看一时，要看长远。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做福报的厚度。
每个人的福报就像银行里的存款，有些人祖上积德厚，或者自己前世修得好，他这张银行卡里存了几个亿，这种人我们叫大福报之人。他每天乱搞，花掉1万，表面上他依然很有钱，依然很风光，你只看到他花钱的潇洒，没看到他存款的厚度。而我们普通人呢，我们卡里可能只有几万块甚至几千块，我们一旦乱搞，几天就破产了。所以不要拿你的业余去挑战别人的专业，不要拿你的薄福去模仿别人的厚德。人家有资本折腾，你没有，你非要学他，那就是东施效颦，自讨苦吃。而且你要知道，福报这个东西是消耗品，不是再生资源，你花1分就少1分。那些大福报之人，他现在风光是因为他在花老本，等到他的老本花完了会怎么样？那就是清算日到来的时候。因果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这个时间差有时候是几年，有时候是几十年，甚至有时候会延后到子孙身上。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讲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这个余庆和余殃是会传承的。你现在看到的繁华，可能是他祖上积德的结果；你现在看到的落魄，可能是他祖上造孽的报应。所以看人看事要有历史的眼光，要有长远的眼光。还有一种情况叫做显化的滞后性。你种下一颗种子，它不会马上发芽，马上结果，它需要时间，需要阳光，需要雨露，因果也是如此。你今天做了一件坏事，可能明天没事，后天也没事，但是这个坏事的能量已经种下去了，它在你的生命里生根发芽，等到时机成熟，它就会显现出来。这就是温水煮青蛙。现在的享受是在花未来的钱，你以为你赚了，其实你亏了。很多明星、富豪，中年突然身败名裂，重病缠身，往往就是早年风流债的集中爆发。你看他当时风光，其实他已经在还债了，只是这个债是用健康、用名誉、用家庭来还的，这个利息高到你无法想象。所以我常常讲，不要羡慕那些昙花一现的繁华，要看谁笑到最后。人生是一场马拉松，不是100米冲刺，起跑快没用，中途领先也没用，关键是终点。有些人前半生风光，后半生凄凉；有些人前半生坎坷，后半生安康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我们普通人没有挥霍的资本，我们必须精打细算地守护自己的能量，就像过日子一样，有钱要省着花，没钱更要计划着花。你的福报就是你的钱，你不能乱花，特别是男女关系，这种事是最耗福报的。你花在这里就没有能量花在事业上了，没有能量花在健康上了，没有能量花在子女上了。这是一个零和游戏，你这边多了，那边就少了。还有人会说，那我及时行乐不行吗？人生苦短，何必活得那么累？这个问题要看你怎么理解。真正的乐是内心的安宁，是家庭的和睦，是身体的健康，是事业的成就。这种乐是持久的，是深沉的。而那种感官的刺激，那种短暂的欢愉，其实是苦的因。你追求那种乐，就像喝盐水解渴，越喝越渴，最后把你整个人都榨干。我讲过，人要有羞耻心，没有羞耻心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这个羞耻心不是别人给你的，是你自己内心的底线，你守住了这个底线，你就守住了自己的能量场。你突破了这条底线，你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。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，生存策略就是不要赌概率，要信规律。规律是普世的，例外是暂时的。你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验证因果的底线，你赌不起也输不起。人家是富裕理财，我们是保本生存。
这个定位要清楚。你看那些真正有大成就的人，哪一个在私生活上是混乱的？孔子、孟子、曾国藩这些圣贤，哪一个不是修身齐家，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？修身是第一位，这个身不仅仅是身体，更是品行，更是能量。你把根基打好了，上面的建筑才能稳固，否则地基是烂的，楼盖得再高也会塌。既然知道了不能乱搞，也知道福报会耗尽，那么如果已经犯了错，或者感觉运势不好，该如何补救呢？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。道理讲了这么多，如果不能落地，不能改变现状，那说了等于没说。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具体的改运之道。这个道不玄不神秘，就在你的日常生活里，就在你的一念之间，只要你愿意改，愿意做，命运随时可以翻转。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这个决心，有没有这个行动。很多人问我，我已经错了，是不是就没救了？我常常讲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这个改不是嘴上说，是要身心合一的去改。第一步叫做物理阻断，也就是止损。你的杯子底下有个洞，你一直往里面倒水，倒再多也是漏光。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洞补上，这意味着立刻停止一切正当关系。这不是商量，这是命令，是你对自己生命的命令。你要清理你的环境，删除那些该联系的联系方式，清理那些暧昧的物品，远离那些不良的场所。很多人做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心不定。心为什么不定？因为欲望还在。所以你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建设，这不是牺牲，这是止损。就像你手上受了伤，首先要止血，而不是想着怎么装饰伤口。我讲过，知止而后有定，直到停下来，心才能定，智慧才能生。你不停下来，后面的步骤都无从谈起。这一步最难，但也最重要。你要告诉自己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守护我的能量，不再让它无谓的流失。第二步叫做能量净化，也就是清洗。杯子虽然补好了，但杯子里的水已经浑了，你要把它变干净。怎么变？从身体层面开始，运动出汗，这是排浊气最好的方法。现代人懒惰，动不动就坐车，动不动就吹空调，毛孔都闭住了，浊气排不出去。你要动起来，让身体发热，让汗水流出来，把体内的湿气、寒气、浊气排出去。早睡早起，这是养阳气。晚上是阴气重的时候，你熬夜就是耗阴血，伤阳气。早上是阳气生发的时候，你睡懒觉就是压制阳气。所以顺应天时才是养生，才是养运。清淡饮食，这是清肠胃。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吃得太油腻，太辛辣，身体负担重，头脑也昏沉。身体干净了，气场自然清爽。环境层面也要清理。你的房间就是你的外在磁场，房间乱七八糟，灰尘满天，你的能量怎么可能干净？你要打扫房间，断舍离那些不用的东西，那些勾起你不良回忆的东西，通通扔掉，晒太阳。接触大自然，太阳是纯阳之气，晒背可以补阳气。大自然有疗愈的力量，你去走走，看看树，看看水，心胸开阔了，郁结就散了。心灵层面需要忏悔，这个忏悔不是让你自我攻击，不是让你觉得自己罪大恶极，而是承认错误，发愿再犯。你心里背负着愧疚，能量是沉重的，
你把愧疚放下了，换成改过的决心，能量就轻盈了。推荐大家诵读经典，比如《道德经》，比如《易经》的片段，不用多，每天读几遍。经典是高能量的文字，它的振动频率可以清洗你的大脑，净化你的念头。第三步叫做积善成德，也就是充值。旧的能量排出去了，新的能量要进来，否则你就是一个空杯子，容易再次被污染。怎么充值？方法很多，但核心只有一个，就是利他、孝顺父母，这是根的能量。父母是你的根，根坏了，叶子再绿也会枯。很多人对外人客气，对父母不耐烦，这是本末倒置。对父母好，就是给自己的根浇水施肥，根深了，树才能稳，才能经得起风雨，帮助他人。这是流动的能量，你帮助别人，能量就流动起来了。不要指望回报，一旦指望回报，这就成了交易，能量就不纯了。诚实守信，这是稳固的能量。人无信不立，你说话算数，你的能量场就是稳定。别人敢靠近你，财神敢靠近你，特别是阴德，做了好事不留名，能量积累最快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求名的心，你的动机是纯粹的能量力量最大。有些人做了好事，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，这是在消耗福报。真正的积德是默默无闻的，就像大地一样厚德载物，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承载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每天做一件好事，哪怕只是给陌生人一个微笑，只是随手捡一下垃圾，一年下来就是365件好事。这个能量场会发生多大变化？你的面相会变，你的气质会变，你吸引的人和事也会变。这就是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第四步叫做重塑认知，也就是正念，要把男女关系看作神圣的契约，而非娱乐的工具。这个观念要转过来。以前你可能觉得这是玩，这是乐，现在你要知道，这是责任，这是道。培养贵气，言行举止要稳重，不轻浮八卦。你说话轻浮，你的能量就轻浮；你做事稳重，你的能量就稳重。视觉化你的状态，想象自己是一个干净的容器，只装美好的事物。当不良的念头起来的时候，你要觉察到，然后把它放下，就像天上的云来了又走，不要让它停留在你的心里。你要守住你的心意，心意定了，外面的诱惑就伤不到你。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，你会反复，会挣扎，这很正常，不要气馁，爬起来继续走。修行就是一辈子的事，哪怕你每天进步一点点，一年下来也是巨大的变化。不要指望一夜之间就脱胎换骨，那是神话。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改变。你要相信宇宙是支持向善的人。当你真心想要变好的时候，整个宇宙都会来帮你。你会发现身边的贵人多了，机会多了，顺心的事多了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能量吸引的规律。你变了，世界就变了。那么当我们做到了这些，我们的生命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呢？我们该如何去面对未来的日子？如何把这份智慧传承下去，让自己真正成为有福之人呢？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修养，更是对家庭、对社会的一份责任。接下来我要做总结，把所有的道理融会贯通，送给各位一份真诚的祝福。各位朋友，我们讲了这么多，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在讲2个字：自重。人贵有自知之明，更要贵有自重之心。这个自重不是傲慢，不是看不起别人，而是看得起自己。
你看得起自己，你就不会随便把自己交给不值得的人，不会随便把自己的能量浪费在无谓的事情上。你把自己当成宝贝，别人才会把你当成宝贝。你把自己当成草芥，别人自然把你当成草芥。这就是吸引力法则，这就是能量共振。所以不要随便发生男女关系，这不是为了别人，是为了你自己，是为了保护你那颗清净的心，是为了守护你那宝贵的福报。我们要明白，真正的爱是保护，不是占有，是成全，不是消耗。很多人把欲望当成爱，把占有当成幸福，结果两败俱伤，互相折磨。真正的爱是希望对方好，也希望自己好，是两个人在一起，能量是增加的，而不是减少，是彼此成就，不是彼此拖累。如果你发现一段关系让你变得越来越糟糕，让你越来越焦虑，让你越来越没有自信，那么这段关系就是错的。不管对方多么优秀，不管外表多么光鲜，只要能量不对就是不对，要及时止损，要勇敢离开。这不是无情，这是大智慧。人生苦短，这句话大家都听过，但是怎么个短法？有的人活了100岁，浑浑噩噩，如同行尸走肉，那是真短。有的人活了50岁，清清白白，坦坦荡荡，那是真长。生命的长度不仅仅看时间，更要看质量。这个质量就是你内心的安宁程度，就是你能量的纯净程度。你每天睡觉前能不能心安理得？你每天早上醒来能不能充满希望？如果能，那你就是有福之人。如果不能，那你就要反思，是不是哪里漏了？是不是哪里错了？莫待无花空折枝，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，不要等到身体垮了才懂得养生，不要等到家庭散了才懂得经营。特别是对于年轻人，我想多嘱咐几句，你们处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，精力旺盛，好奇心强，但是诱惑也多，陷阱也多。不要被眼前的繁华迷住了眼，不要被一时的冲动冲昏了头。你要知道，你现在的每一个选择都在塑造你的未来，你现在的每一次放纵都在透支你的明天。要把眼光放长远，要把根基打牢固，就像盖房子一样，地基打深一点，将来才能盖高楼。不要为了贪图一时的享乐把地基挖空了，那是傻瓜才做的事。聪明人懂得延迟满足，懂得厚积薄发。对于中年朋友也要警惕，中年是人生的分水岭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压力最大。这时候最容易寻求慰藉，最容易犯错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你倒了，家就塌了。你的能量场关系到全家人的命运，你要稳住，要定住。外面的诱惑看看就好，不要当真。真正的温暖在家里，真正的理解在伴侣。你要回头看看那个陪你吃苦的人，那个为你生儿育女的人，才是你最应该珍惜的人。不要为了路边的野花丢了家里的珍宝，这笔账要算清楚。对于老年朋友，更要以身作则。你们是家族的根，你们的言行举止，子孙都看在眼里。你们积德，子孙享福；你们造孽，子孙受罪。所以要晚节保重，要给后代树立一个好榜样。不要觉得老了就可以随心所欲，因果不分年龄，越是老了，越要清净，越要修身，把剩下的时间用来积德，用来念佛，用来帮助他人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，这才是真正的安乐。我们讲国学，讲易经，讲因果，不是为了束缚大家，是为了解放大家，把那些不必要的负担放下，
把那些有害的关系切断，把那些负能量的东西清理掉，你会发现生命本来可以很轻松，本来可以很美好。好运始于自身，洁身自好才能保住已有的福气，断恶积善才能提升福气。这句话希望各位能记一辈子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天道，是自然律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最后我要送给大家一份祝福，希望看到这里的你是有福之人，希望你能听劝，在这里看清命运真相，福慧双真。愿你眼明心亮，远离烂桃花，愿你能量纯净，吸引正缘，愿你家庭和睦，事业顺遂，愿你身体健康，内心安宁。这不仅仅是一句客套话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愿力。我相信当你真心想要变好的时候，宇宙一定会回应你。当你开始守护自己能量的时候，好运一定会靠近。如果你觉得这番话对你有用，请不要吝啬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，这也是一种积德。也许你的一次转发就能挽救一个家庭，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这就是善的循环，这就是能量的流动。记住，只有保持干净的能量场，才能有好运。人一旦被这些负能量纠缠，就会难以摆脱，特别是乱搞的越多，业力和负能量纠缠就越多。所以一定要慎之又慎，万恶淫为首，不是道德绑架，是能量守恒。你以为占了便宜，其实是在透支自己的福气。干净的身体才能装下好运气。无论男女，但发生关系，就开始共享彼此业力因果，彼此能量交换，从而影响彼此运势。一个人的运气、财运、事业、家庭等等都会受到极大影响。不正当关系越多，麻烦就越多，情感消耗就越多，能量纠缠就越多。一个混乱的人，能量场非常浑浊，气脉难以净化，特别是婚前和婚外，包括男女自嗨，格外损阴德，消耗福报。话已至此，道理已明，剩下的路要靠你自己走。修行在个人，造化在天。但只要你心存善念，行正道，天必佑之，好自为之。一剑破九贵，一净身毁万福。希望你是有福之人，听劝，在这里看清命运真相，福慧双真。